大家如果坐飞机来成都的话，从上空俯瞰，就会发现呢，成都啊是一环一环的。圆心点呢就在这里，天府广场。对面是四川科技馆，以前进去过了。侧面呢是成都博物馆，还没去过。今天转一下。成都啊是四川的省会嘛，省会啊，它市里不光有博物馆，还有省博物馆。现在很多省博物馆呢叫博物院，四川的叫四川博物院，也没去过，以后有机会再去啊。这虽然是个市博物馆呢，但是规模啊也比较大。这是新馆，以前的老馆呢在大慈寺那边，占地17亩，建筑面积啊65000平，每天限流2万人，需要预约的。我已经提前预约好了，人还挺多的，不过还没达到2万这么多，所以你不提前预约到现场来呀，也是能约上的。进馆，找个导览图看一下怎么转呢？这可以租讲解器的，我就走马观花的看一下。大家来了再详细转。你好，这附近有导览图吗？这怎么转法？咨询台去了。咨询台，好的。拿张导览图。负1层9号展厅，1层1号特展厅，2层2号展厅，3层3、4号展厅，4层5、6号展厅，5层7、8号展厅，6层空中艺术沙龙。从负1层一直转到顶层啊。人与自然贝林捐赠展，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席，这是他搜集的野生动物标本，捐献给一流的博物馆展示。狂野非洲，我还从来没出过国呢，后面有机会出国转一下。标本的布局，河马、马羚、埃及燕这么多动物，豹、赤嘴鸭、巨翅燕。这个展厅适合带小朋友来呀，改天带我家友友来看一下。北极熊、大牦牛、像走进了动物园一样。野猪、骆驼，以前在沙漠里骑过。雪豹、绿尾红雉、大熊猫。成都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大熊猫，大熊猫繁育基地、动物园，还有熊猫谷都可以。楼下这一层啊，就是展示各种标本的。去1层。这个展厅应该是经常换的，现在是法兰西艺术院中法院士艺术特展，水不能带进去。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，即中法文化旅游年，所以举办的这个活动。这边比较抽象啊。多少钱？这个展厅需要点艺术细胞。去2层，这一层是成都历史文化陈列，古代篇，先秦到南北朝，9天开出一成都。先秦时期的成都，成都的地理位置，这么多条江，嘉陵江去过，涪江去过，沱江去过，这些江我都给大家拍过。成都这里是平原呐，成都平原早在旧石器时代呀就有人类居住。战国时期，古属开明王朝在今成都市区建都，此后城址再无迁移。秦并巴蜀，张仪筑成都城，李冰修都江堰，成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陶器，古代人居住的房子，茅草屋。蚕丛的介绍，大家都听过李白的诗，
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莽澜。蚕丛是古史传说中的第一代蜀王。到三星堆了，三星堆啊不在成都啊，在距这不远的广汉市春熙路那里啊，有直达三星堆的旅游大巴，也可以坐火车去啊，坐到广汉北站，然后打个车到三星堆。于福氏是古史传说中的继蚕丛、博冠之后的第3代蜀王，好多学生啊。他们有讲解。看这个大家就知道怎么字了。你们来自于北京都知道这个字怎么写。哦，他们是北京的，好鬼，对吧？都知道这个字怎么读了，鬼，对吧？鬼，对吧？酒气。那么它这个鬼是用来做什么呢？实际上就以前装酒食的，比如装什么这个北京对吧？有条鬼街，那是条美食街，以前给大家拍过视频。大家来转的话，还是最好租个讲解器啊。看他们耳朵上戴的兵器。载魂之舟，这是在墓葬里发现了呀。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船棺合葬墓，石溪。就在这儿，就是哦，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吗？对对，啊，就在这儿，对，然后直接就那个建馆。哦，在这挖到这个再建的馆吗？也不是，也不是。当时那个挖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哦，然后建了馆。哦，这个就是在这附近出土的。西蜀承天府，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。秦汉时期，成都作为蜀晋郡治，是西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城市繁荣，列备五都，物产丰饶，史称天府。公元221年，刘备在成都称帝，三分天下的格局形成。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成都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起点，在欧亚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居重要地位。大家来成都旅游可以先来这个博物馆转一下，对成都有个大体的了解。沃野千里，兴农桑，李冰修了都江堰，两汉成都平原享有运输之便、灌溉之利、山野池泽之劳，农业兴盛，领先全国。水利工程都江堰呢，在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都江堰市，以前给大家拍过视频了。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都江堰市还有另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青城山，到时候去都江堰的话，可以顺便转一下青城山。陶俑，东汉时期的。汉代成都城市布局分为大城和少城不过现在成都城墙基本看不到了。陶车，我老家山东淄博临淄的，我们那有个车马博物馆，大家有机会去我老家旅游的话，可以去那转一下。石羊，诸葛亮之书，成都市区有武侯祠，是唯一的，里面是祭祀刘备和诸葛亮的，是唯一的君臣合祀的祠庙。陶俑脸型比较奇特呀，有点像三星堆的面具。这是在讲喜街成汉墓出土的陶俑。成汉政权的建立者李特和李雄是庸人的首领，推测这些陶俑的形象可能源于庸人的相貌特征。出口这里是卖文创用品的，很多博物馆有自己设计的东西。这个标志大家认识吗？太阳神鸟金饰在金沙遗址出土，那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已经被列入了第3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。去第3层，找个地方坐着休息会儿了，就这里吧。吃个麻酱鸡蛋，垫垫饥。天津的特产芝麻酱腌制的，每个都是独立包装，比较好携带。我每次出来都带几个，饿的时候吃。芝麻酱腌制的
不用蒸，不用煮，开袋就可以直接吃，太香了！想拍的可以点我头像，去我橱窗里下单。继续转，4号展厅，宣南名都会。隋唐五代至两宋啊，是古代成都的又一鼎盛时期啊。成都在初唐时期的繁盛程度啊，仅次于都城长安呐。长安呢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安。我们前2天刚去过西安。两宋时期啊，成都作为战略大后方，京剧文化持续发展，繁盛于京师同。北宋时期的都城啊，在河南开封；南宋时期的都城啊，在浙江杭州。这2个城市我都去过。彩色的有，还能隐约看到上面的颜色。宋代的地砖，宋代大慈寺旁边的街景，也就是现在太古里那里啊，成都最繁华的地方。大家如果来成都旅游啊，就可以住在对面是春熙路，就可以住在春熙路附近。南宋时期庭院中铺的丹楼生晚会。明清时期的成都，明清时期啊，成都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明朝啊，在此构筑皇城，建藩封王。清朝于此修建满城，重兵布防，发挥了首领西南的重要作用。明末天府之国因战乱人口锐减，经清初大规模移民和重建，又迅速崛起。现在的成都啊，有2000多万人，是国际大都市啊。明代蜀王府的模型，古建筑多是中轴对称的。彩釉陶俑，各种瓷瓷罐罐，骑马倚仗俑。哦，他骑的这些马有点像小矮马。地下是灯光的城的布局图。它每一层的出口都是卖文创用品的。喝点水。上4层。5展厅，成都历史文化陈列，进士篇，花重锦官城。19世纪中叶以后啊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啊，成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。保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，抗战大后方的战略重镇，解放大西南的主要战场，这3座丰碑啊，将永载近代中国的100年史册。川军魂，这里面是仿古的建筑。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。这一层还有第6展厅，也是成都历史文化陈列。民俗篇，漫长的城市文明发展历程，铸就了成都独特的人文气质与精神风貌。老成都的街巷，各种瓷器。铜器，民国时期的生活用品。川菜，
花椒遇上辣椒，四川是花椒最重要的产地啊。辣椒传入前，花椒与姜、石茱萸、伏流藤、大蒜是属地主要的辛辣调料。辣椒的原产地是中美洲啊，明代才传入中国。清初随湖广移民进入四川，川菜迅速吸收了辣椒，并与本土的辛辣调味料花椒相结合，形成了麻辣口味。辣椒墙，清代和民国的饮食器具。转糖饼，也就是糖花呀，庙会上一般都有。皮影戏也叫影子戏，利用影子表演的，在清朝末年呢，各位观众比较盛行。博物馆欢迎您的到来。基本每个城市都有博物馆嘛，像人这么多的博物馆呢，不太常见的。坝坝宴，这是成都城乡各地繁育红白喜事，宴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吃的，也称九斗碗。各种茶壶，成都喜欢喝茶呀，茶馆特别多。巴蜀大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，星罗棋布的茶馆啦，是成都城市的缩影与标志。成都最有名的茶馆呢是鹤鸣茶社，在人民公园。大家来成都旅游的话，可以去喝一杯。去5层，这层啊也是2个展厅。7号厅，中国皮影木偶展一厅，展示皮影的呀。中国皮影戏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民间戏剧形式。皮影戏啊，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啊，但是各地的有些区别的。河南的，可以从地图上查的，青海。青海皮影又叫灯影子、牛皮娃娃。哇，这面墙好有特色呀！板凳挂在墙上。美猴王。下一个展厅，中国皮影木偶展2厅。在众多乐器的伴奏下呀，皮影艺人操演各类角色，唱念结合，声情并茂，表演精彩纷呈，美不胜收。点戏的地方，陆丰皮影戏，乌鸦与狐狸。可能照就是有点胖点吧。每个人偶上面很多线吊着的，就通过这些线操控。上面不是参观的是吧？上面不是参观的啊，这就第6层了是吧？啊，参观完这里就算结束了是吧？啊，好了，谢谢。这有电梯，坐电梯下楼。大家别忘了点我头像，去我橱窗里看一下。除了麻酱鸡蛋，还有其他99个品，逛一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。行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吧。